这一次的访问的国家主要都是在南太平洋。那在这个地区，在大洋洲的国家当中，我们总共有6个邦交国哦。那这几天我们出访看到这些国家他们在路边都挂了招牌，有我们的国旗，那甚至也有小朋友在路边摇旗子哈。那无论在医疗、农业、技职训练，还有再生能源，还有很多方面呢，其实我们跟这些国家都有很多的合作的项目哈，还有很多的互动。那对这些国家而言啊，台湾其实是蛮重要的合作伙伴。那主要就是说我们在这些国家啊，因为这些都是民主国家，所以在我们在民主的这个信念上啊是一致的啊。那有很多的理念，其实我们也是相通的啊。那尤其我们都是属于海岛国家啊。那海岛国家，尤其是在南太平洋这个地方啊，他们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气候变迁啊。那各位都可以看到这个海水啊，跟地面的那个差距，其实它的已经不是太大了哈。所以全球气候变迁暖化对这些国家所带来的挑战，其实也是给我们很多的警惕啊。那这些国家在面对这些这个生态的变化，或者是说这个暖化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很多的挑战，其实他们有很多的经验，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交换哦。那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力量跟他们一起来合作，来面对这个气候变迁所带来的种种的挑战。那么在这几个国家里面，我相信我们走过的这几个国家，我相信各位媒体朋友对每一个国家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哈。比如说我们在帛琉啊，那我们都知道帛琉一向都很注重观光啊，但是他们对观光确实是有坚持的哦。那比如说帛琉曾经因为跟我们的邦交而受到中国方面的抵制啊，但是他们还是持续的跟我们保持这个邦交。那么另外呢，在帛琉这个地方啊，我们也看到他们对生态永续的坚持，比如说帛琉誓言啊，就不再使用有害海洋生态的防晒乳，那么他们也致力于保育海豚等等。那么其实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有国际的团队进入到帛琉去研究珊瑚啊。为什么这个曾经是一个珊瑚生产这么多的国家，那他们几乎损失了大概将近一半的这个珊瑚，但是他们在有一个Nickel Bay 这个地方能够完整的留下他们的珊瑚哦，那对很多的科学家、很多环境的保护者来讲，它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那也有这个国际的团队的进驻，然后去做这个生态的调查跟种种的调查。其实这一些调查，其实对所有的国家其实都是有用的。所以他们在这些事情上面的关切啊，跟他们的切入点很多都是以前我们比较不熟悉的哈。所以我觉得我们虽然是说感谢他们在国际上对我们的支持啊，那我们也持续的跟他们有很多合作的计划，比如在经济社会发展上。但事实上在永续这一个部分呢，其实是我们很多可以借鉴、可以学习的地方。同样道理，我们到了诺鲁，我们也看到诺鲁的总统面对中国压力的情况下，也仍然秉持一个民主国家应该有的思维还是力挺我们尤其是在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时候的仗义直言或者是昨天我们在诺鲁的国会
看到了他们的决议，反对一国两制这都是展现一种小国的勇气这也是国际社会上真的有人愿意挺出来来挺我们的一个力量今天我们在这里的马绍尔群岛其实也是一样，受到气候变迁的挑战是很大的地方那他们也致力于这个永续发展的种种的努力那么今天我们所参加的这一个妇女的会议如果各位刚才有仔细听许多的发言的人，他们对妇女议题的意见其实是都非常的深入的那他们讨论的问题的深度跟广度绝对不会比任何地方讨论这个问题来的差，甚至于我们觉得它还反映出来，就是说在这个地区妇女所面临的问题，还有这些问题应该要如何去思考，如何去处理让人觉得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我们也是海洋国家来到这个太平洋的这些友邦这些国家的经验确实很多都值得我们带回去好好的来思考。那么在这一次的访问当中或许各位也注意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特别把海巡署的相关的同仁也都带来了那主要的就是说我们跟帛琉、诺鲁我们都签订了海巡合作协定那这个是想透过海洋研究、人道救援等等的活动让每一个印太地区的这些伙伴都能够紧密的串联起来那除了这些之外其实在这个地区我们还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共同的合作所以我相信我们这一次来过之后呢，我们回去会跟其他理念相同的国家大家在持续的讨论这方面的问题，让我们的资源可以更精准的投注在大洋洲的国家让我们的很多的合作的计划的成果可以更明显。